继续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军周三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袭击了乌南部赫尔松州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乌方多位高官近日声称，美西方武器的持续交付正在改变俄乌战场形势，并要求美西方继续加强武器援助。但是在长期消耗战下，美西方的武器库存已经面临问题，对乌援助还能持续多久？来看看报道。据俄卫星通讯社周三报道，乌军用美国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12枚火箭弹，炮击了赫尔松州安东诺夫斯基大桥，有8枚命中，部分被防空系统拦截，桥梁遭到严重损坏。乌军周二白天也使用海马斯向赫尔松发射了6枚火箭弹，其中5枚被拦截，1枚落在安东诺夫斯基桥区域。此外，乌军近期还多次用海马斯对赫尔松州新卡霍夫卡市实施打击，造成硝石仓库爆炸，医院、住房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受损，多人死亡和受伤。此前，美国向乌克兰移交了8门海马斯火箭炮，并计划再向基辅方面转交4门同型号火箭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截至目前，俄军至少摧毁了2门海马斯火箭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一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现在已可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其他乌克兰官员也声称，西方武器的涌入正在改变俄乌战场形势。乌通社还称，周一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在其官方社交账户上发布消息称，尽管前线局势复杂紧张，但完全可控。促成乌军守住防线和阵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海马斯等武器的及时交付。在周三即将召开北约多国对乌军事援助会议前夕，扎卢日内进一步向美方明确了武器方面的需求。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周二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视频讲话时称，乌克兰有兴趣在实战中邀请武器制造商在乌克兰测试新产品。他表示，这对于美国等国家来说是一个获得新武器数据的好机会。乌克兰呢，因为它的军工力量跟俄罗斯是没法比的，它的一个是原来的库存基本消耗完了，新生产弹药非常难，因为它的弹药厂跟那个武器的修理厂都给俄罗斯打得差不多了，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呢，完全是依靠西方的供应。不过，美国国内军火商已经在担忧，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还要持续多久？在英国《金融时报》周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美国5大军火巨头之一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首席执行官凯西沃顿发出警告，西方没有维持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的长期军事行动所需的武器储备。上周一，《金融时报》也发文称，西方国防储备的匮乏已经引起讨论。而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周二也表示，受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影响，欧盟目前在弹药、轻重型火炮、防空系统、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及装甲车辆、坦克方面出现数量不足的情况。布雷顿指出，武器库存不足，这使欧盟变得脆弱。另外，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周二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武器可以提供给乌克兰。美国西方提供的武器跟其他的军事援助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呢，乌克兰要的军事援助那个量非常大，还有那个消耗太大。如果乌克兰长期打下去，没有明显的进展，那么可能美西方的态度会发生一些变化。德国等欧洲国家除了担心武器库存不够外，还对俄罗斯是否会重启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感到紧张。7月11号起，俄罗斯至德国的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开始进行为期10天的年度维护。在俄欧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此前曾担心，本周四检修结束之后，俄罗斯会否恢复供气。不过有报道称，俄罗斯预期如期恢复北溪1号管道的运营，输送的天然气流量仍将是关闭之前的水平，即俄乌冲突爆发前的40%。俄方此前曾表示，关键的涡轮发动机由于制裁原因被扣留在加拿大，是其被迫减少北溪1号输气量的原因。而在德国的外交努力下，加拿大最终同意松口，已于周日用飞机将该涡轮机送往德国，但目前该涡轮机尚不太可能在周四之前重新安装。北溪1号是欧洲最重要的输气管道，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超过1/3通过这条管道输送。一些业内人士已预计，如果俄罗斯真的彻底停止对德天然气供应，可能会引发从能源到化工乃至下游产业的一系列经济冲击，其影响范围将波及整个欧洲大陆。
俄罗斯呢，恰恰就希望欧洲觉得，哎呀，熬不下去了，我们赶紧促进乌克兰那个停火吧，认输得了，是吧？俄罗斯的打算是这样，欧洲呢希望挺过这个冬天，到明年呢就问题不大了，因为这个天然气供应的供应链呢会重新组织。